女主角东山结衣担任一家网页广告公司的总监。在这个节奏快速、压力巨大的广告行业中，结衣坚持一个与众不同的原则，每天下午6点准时下班。这一天，结衣所在的第4小组成功完成了当前的项目。6点钟声一响，结衣立即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同为总监的三谷提议带领同事去喝酒，顺便讨论一下未来的工作计划，但被结衣婉拒了，因为他已经计划好了请1天的带薪假。他还打算利用周末进行身体检查。6点01分，结衣准时打卡下班。他心情愉悦地走进了一家中华料理店。他每天都会在这家店享受半价的小笼包和啤酒，直到6点10分。这成了他缓解一天疲劳的最佳方式。第二天，结衣完成了身体检查，并在体检中心享受了温泉 SPA 和美味的料理，把自己调整到了最佳状态。晚上，结衣收到了消息灵通的网友小愁发来的信息，说工作能力非常强的晃太郎即将调回总公司。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结衣不由得皱了皱眉。星期一，结衣准时打卡上班。他将一天的工作分解成多个小任务，他的高效与干练让三谷非常佩服。突然，一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安静的工作环境。2个陌生男子走进了办公室，一个是新任部长福永，另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副部长晃太郎。福永曾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，奉行非常传统的管理方式，想到要被这样的保守人士管理，结衣不由得苦笑。福永和晃太郎开始给结衣和三谷分配工作。三谷想在新上司面前表现出色，自告奋勇负责一个新项目。三谷始终坚信，只要努力就不会白费。他给下属安排了许多不必要的任务，让新人们怨声载道。结衣像往常一样完成了自己的工作。6点准时下班，结衣走到电梯前，碰到了准备加班的晃太郎。2人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。原来晃太郎是结衣的前男友，2年分手后的再次相见，2人都觉得很尴尬。这时，福永的声音突然传来，他居高临下的批评结衣准时下班，认为他没有上进心和团队精神，还用了那句老板们常用的话：“你来这里工作，难道只是为了工资吗？”面对福永的激烈攻击，结衣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的努力只做到这里，我必须准时下班。”画面转换，结衣应付完上司后，去了男友阿巧的家，享受2人世界。2人闲聊中，兴奋地开始讨论带对方见父母的事情。隔天早上，结衣走进公司后，发现三谷正在训练新人小泉。三谷号称拼命三娘，即便得了重感冒也会坚持加班。他认为小泉作为新人，更应该每天提前30分钟到达公司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小泉觉得三谷在道德绑架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，还要牵连别人。看到2人即将争吵，同事推结衣上前去劝解。结衣代替小泉劝了三谷几句，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。三谷变得更加愤怒，最终气得小泉离开了。下班后，结衣像往常一样走进了中华餐厅，遇到了正在休产假的前辈阿月。阿月虽然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，但他担心失去工作机会，已经打算回到工作岗位。结衣开玩笑说阿月太拼了，没想到这话让整个餐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。这时老板娘告诉结衣，一个常来吃回锅肉的大叔，因为过度劳累，在公司加班时突然去世了。其他常客纷纷感叹，人死了，一切都没了，同时流露出对职场残酷现实的悲哀。如今去世的员工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替代。结衣听到这个消息，脸色沉重，似乎想起了什么痛苦的回忆。第二天，福永找结衣和三谷谈话。福永批评三谷太苛刻，并让结衣和三谷交换手下的新人。结衣手下的新人来七是个缺乏干劲的年轻人，他一听到要被交给三谷，立刻颓废地表示想要辞职。结衣劝他不要轻言放弃，再坚持一下。紧接着，结衣发现三谷又在教育小泉，尽管小泉脸色非常难看，三谷依然毫不退让。然而这时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三谷过于严肃的性格为后来的大乱埋下了伏笔。小泉长期积累的不满终于爆发，他发现三谷电脑里有关工作的重要资料，于是趁三谷不注意，篡改了三谷的电脑密码，留下一张辞职条就离开了。小泉的行为让整个团队陷入了危机。晃太郎建议联系公司技术部帮忙破解密码，福永不愿在其他部门面前失面子，坚持要三谷给小泉道歉。三谷在会议室外听到来七嘲笑他的工作方式过时，无法忍受，和来七发生了争执，愤怒地喊道：“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找工作有多难，我们对工作的认真程度。”来七反驳说那是10年前的方法了，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。结衣见自己之前的新人和同事争执，只好上前劝架。没想到三谷突然对他大吼，表示最不想被他这种人教训。三谷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，羞愤交加地跑出了公司。没办法，
杰伊只好自己给小泉打电话道歉。小泉态度强硬地表示，除非三谷给他磕头道歉，否则他绝对不会透露密码。接下来几天，三谷都没有来公司上班。杰伊找晃太郎询问有关三谷的事情，他不明白三谷为什么会冲自己发脾气。晃太郎不答反问道：“你难道不明白三谷是为了什么才这么认真工作的？”这番话听得杰伊一头雾水。晚上，杰伊和阿巧开始讨论这件事。阿巧告诉杰伊，工作中难免会遇到观念不同的人，想要更了解三谷的话，不妨带些美食去拜访他，成为他的倾听者。之后，三谷还是没有来上班。杰伊想起晃太郎和阿巧的建议，决定去三谷家看看他。当时三谷觉得无颜见杰伊，躲在被子里不肯出来，但他还是把心里的话都说了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反应迟钝，跟不上公司的节奏，内心非常害怕，因此他不敢休息一天，担心被公司抛弃。杰伊是个领悟力高又聪明的人，因此三谷忍不住私下里既羡慕又嫉妒。听了三谷的心里话，杰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其实杰伊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准时下班的人，他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型旅行社，每天都被前辈呼来喝去。为了完成工作，杰伊每个月都要加班至少小时，他整个人紧绷得像根琴弦。最终在半年后，这根琴弦终于断了。过度疲劳的杰伊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差点命都没了。那次死里逃生让杰伊彻底清醒，意识到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。杰伊辞职后决定找一份能准时下班的工作，但面试官一听他想准时下班，就直接拒绝他。终于在第次面试时，杰伊被现在的公司录取了。回忆完毕后，杰伊对三谷说，其实公司里的人都觉得你工作很认真，做事也很细致，所以即便你请假，也不会在公司里失去立足之地。被杰伊的故事和话语感动，三谷终于从被子里钻了出来。杰伊把从中华料理店打包的粥端给三谷吃，在美食的治愈下，两个经历不同、处事风格不同的人终于互相理解，并成为了朋友。杰伊还邀请三谷下次一起去吃小笼包，喝半价啤酒。周一早上，感冒痊愈的三谷终于回到公司上班了。杰伊正在关心三谷的身体，这时阿月突然走进公司，宣布他要正式回归工作，并兴奋地对福永说，不管是加班还是额外的工作，我都会努力。这一刻，福永笑开了花。这时，杰伊又收到了网友小愁发来的消息，他告诉杰伊，福永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让杰伊一定要小心。看来杰伊准时下班的生活即将迎来一场大挑战。杰伊帮助同事三谷恢复了信心，并回到了公司。第4小组的全体员工为此举办了一场迎新会，庆祝新部长福永和新员工来期的加入，同时也欢迎老员工晃太郎和阿月的回归。大家都期待在迎新会上好好放松一下。福永只顾着絮絮叨地发表自己的长篇大论，让大家高涨的热情都冷却了下来。杰伊看着总是摆着不长架子的福永，突然想起了从网友小愁那儿听来的关于福永的事。其实福永之前的公司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，而是因为他的管理方式出了问题，导致员工纷纷辞职，公司才无法继续运营。杰伊的前男友晃太郎几年前曾在福永的公司工作，想到连像晃太郎这样的工作狂都受不了福永的管理，杰伊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更加忧虑。迎新会结束之后，杰伊远程打卡下班，新人来期看到杰伊把聚餐也算作工作的一部分，感到非常震惊。阿月热心地为福永叫了出租车，还不停强调自己不需要休息，随时可以加班，这让其他员工都觉得有点看不起他。杰伊回到家后向男朋友阿巧抱怨，阿月以前明明是个很和善的前辈，还经常为我准时下班辩护，怎么生完孩子后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？阿巧觉得阿月是因为害怕跟不上工作进度，所以才表现得过于积极。他建议杰伊如果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多帮帮前辈。第二天早会的时候，福永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，公司新项目的总经理是阿月认识的人，希望这个项目能由阿月来负责。刚从产假回来的阿月急于在公司证明自己，不想因为刚生完孩子而被人小看，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。但这个项目原本是三谷在负责的，阿月的做法相当于抢走了三谷的成果。会议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尴尬。会议结束后，晃太郎单独留下杰伊，因为杰伊在职业规划表上写下了自己的人生计划：年内结婚，3年内生孩子，休完所有的产假和育婴假。这让一直很了解杰伊能力的晃太郎感到头疼。他希望杰伊能重新填写一份有利于升职的规划再提交。这时杰伊突然问他，当年让你不眠不休工作的人是福永吗？2年前，晃太郎和杰伊本来已经打算结婚，但晃太郎在双方父母见面的那天爽约了。杰伊跑去晃太郎家，发现他晕倒在地上。更可怕的是，晃太郎醒来后
首先想到的是去公司上班，他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要见结衣父母的日子。那是伤心的结衣让晃太郎在结婚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，晃太郎却冷冷地选择了工作。回忆至此结束，结衣指责福永像吸血鬼一样剥削晃太郎，晃太郎却为福永辩护，还反过来批评结衣不懂事，两人因此再次大吵一架，最终不欢而散。第4小组与甲方公司讨论项目进度，甲方前一天还对整体风格表示满意，今天却突然要求大幅修改设计方案。阿月提议大家一起讨论修改，但结衣和三谷已经打卡下班了，他们匆匆赶往中华料理店。三谷忍不住向结衣抱怨阿月，认为他太急于表现自己，这样做有些得不偿失。结衣只能尴尬地为阿月解释，他认为阿月只是刚休完产假，可能有点过于卖力。在随后的工作中，阿月不断给团队施压，还无视其他人的意见，坚持使用一种与别的公司相似的设计。团队成员苦不堪言，只好向结衣求助。结衣劝阿月多信任同事，阿月却不愿反思，反而指责其他人缺乏上进心。因为阿月不想让人误解她，因为有了孩子就不能专注工作。就在这时，阿月的丈夫杨介突然打来电话，请求她把一份材料送到孩子的托儿所。阿月需要留在公司加班，只好请已经下班的结衣帮忙。结衣本着能帮就帮的原则，把材料交给了带着2个孩子很辛苦的杨介。第2天下午，阿月带着结衣和来妻去甲方的广告拍摄现场。阿月对每位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，还主动给他们端茶送水。他卑微的样子让结衣觉得很不舒服。拍摄开始后，结衣专注于镜头前的情景，突然听到一声怒吼，原来是甲方发现了阿月之前采用的雷同设计。甲方非常愤怒，要求第4小组在原定交稿时间内重新出一份设计方案，否则就要求他们支付违约金。阿月急于求成，结果反而搞砸了事情，只能不断向对方道歉。回到公司之后，阿月因自己的固执向团队成员道歉，但他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。尽管阿月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因为孩子而影响工作，他还是被贴上了工作能力下降的标签。到了晚上，阿巧邀请结衣去酒吧喝酒，同时拿出一枚戒指放在他手中。当结衣沉浸在求婚的喜悦中，突然看到一个最扫兴的面孔，正是走进这家酒吧的福永。他完全不懂得观察气氛，上前找结衣聊天，让结衣原本美好的心情一下子全没了。在另一边，阿月深夜回家后，一边为孩子准备1周的辅食，一边加班处理工作，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他一觉睡到第2天8点半，直到杨介叫他起床，阿月这才突然想起今天有个客户会议，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，匆匆忙忙赶往公司，得知晃太郎和三谷已经代替他去开会，急忙向团队成员道歉。虽然大家嘴上没怪他，但表情都很难看。更糟的是，杨介突然发消息告诉阿月，他们的女儿小海突然高烧，让阿月把孩子的保险证送回家。阿月无法脱身，只好再次请结衣帮忙跑腿。结衣到阿月家，看到满屋子都是杂物和狼狈的杨介，深刻体会到做父母的不易。结衣回到公司，劝阿月请假回家帮助杨介。阿月觉得自己已经给公司带来太多麻烦，不能再随便离开岗位，但做父母的哪有不心疼孩子的。此刻的阿月虽然身在公司，心却早已飞到了女儿身边。她做报表做到一半，忍不住上网搜索婴儿高烧不退的后果，被那些可能的心肌炎、脑膜炎等病症吓得不轻。一到下班时间，阿月就冲到休息室给杨介打电话，但电话一直打不通。结衣注意到阿月心神不宁，建议他今天按时回家，不要继续加班了。阿月坚持说，男人有了孩子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，但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就会被迫离开工作前线。我现在如果回去，就会屈服于社会对职场妈妈的偏见，我不甘心，我要证明女性同样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。结衣认真地对阿月说，一个人硬撑不是真的强大，能在失败后骄傲地重新站起来，那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尽管结衣已经这么说了，阿月还是固执地表示，在所有人都离开前，他不会回家。阿月说完这些，立刻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拒绝继续和结衣聊天。阿月打完电话回到办公室时，发现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。结衣告诉阿月，所有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。阿月感到困惑，突然在办公桌下看到一双同事的脚，他立刻明白了一切。原来结衣为了让他放心回家照顾孩子，让同事们都藏起来，假装已经回家了。阿月既感到羞愧又感动，最终决定放下自我施加的负担。他诚实地对晃太郎说，我的孩子发烧了，
今天我要按时下班。然后，阿月转向空荡荡的办公室，鞠了一躬，向藏起来的同事们表达感谢。阿月离开后，同事们从桌子下爬了出来。杰伊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忙，提议请大家去中华料理店吃小笼包，但大家都因为工作未完成而拒绝了他。正当准时下班的杰伊独自享受他最爱的小笼包时，阿月发消息给他，告诉他小海的高烧已经退了。看到阿月发来的可爱照片，杰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到了周末，杰伊精心打扮，准备去见阿巧的父母。他刚见到阿巧，就接到晃太郎发来的紧急消息：一个演员抱怨甲方饮料难喝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。杰伊立刻回想到广告拍摄那天，来七用手机录下了那段视频。这时，晃太郎打电话来询问杰伊是否能见面，希望一起处理这场危机。一边是工作，一边是私生活，杰伊感到进退两难。她本来和男友阿巧约好见他父母，却在路上得知公司发生了严重的公关危机。一个演员因为甲方饮料有橡胶味而不满的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。没办法，杰伊只好临时取消与阿巧的约会，去和晃太郎以及阿月会面。甲方负责人经过调查知道，视频是杰伊公司的新人来期拍的，愤怒地要求他们负责解决。杰伊他们急忙回到公司，尽力阻止视频在网上继续传播，同时在多个平台发布道歉声明，加班一直到深夜。周一早上，杰伊他们发现，虽然原视频被删除了，但社交媒体上还有很多改编的视频在传播。杰伊焦急万分，一直没出现的来七突然如常来上班。杰伊质问来七为什么不联系他，来七反驳说，下班后为什么还要接工作电话？这让所有为他擦屁股的人都非常生气。在会议室里，来七告诉晃太郎和其他人，他只是把视频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，是朋友私自上传的。看到来七毫无悔意的样子，晃太郎忍不住批评他没有责任感。没想到来七被严厉斥责后，生气地说要辞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第二天，来七果然没来上班。第三天，福永担心新人离职率过高会影响自己的升迁，他强调杰伊必须把来七带回公司。杰伊正在苦思如何联系来七，这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原来是来七离开公司后一直在居酒屋喝醉，他的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，只好请店长帮忙联系杰伊来付账。杰伊看到来七因内疚和不安而醉酒，明白他之前的态度只是因为面子，才故作轻松。之后局势有了重大转变，杰伊带来七回公司，向一直在处理后果的晃太郎和阿月郑重道歉。这时阿月向杰伊和来七展示网友对橡胶味饮料的好评。阿月向他们说明，来七拍的视频激起了人们对橡胶味的好奇，结果饮料的销量大增，甲方因此非常满意，决定继续与他们的团队合作。尽管这次是因祸得福，晃太郎仍然严肃地告诫来七以后要谨慎言行。这番话使得轻松的气氛再次变得沉重。为更好地指导来七，杰伊特意向经验丰富的阿月求教。阿月告诉他，管理新人的关键不是随意贴标签，而是要真正了解这个人。杰伊听后深有感触，这次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。杰伊终于抽出时间去见阿巧的父母。热爱烹饪的巧妈性格活泼可爱，一见面就热情地拉着杰伊教他做蛋糕，这让不擅长厨艺的杰伊手忙脚乱，只能尴尬地向阿巧寻求帮助。杰伊本以为工作会恢复平静，没想到几天后，来七又提交了辞职信。杰伊明白来七并不是真的想辞职，而是因为之前的错误感到羞愧。他把辞职信还给了来七，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同意他辞职。在下午的团队会议上，晃太郎宣布公司即将竞标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周年纪念广告，并决定让杰伊和来七共同负责这个项目。福永带着团队去甲方公司开会时，为了赢得负责人好感，福永谎称团队成员都非常热爱体育，还将不擅长运动的杰伊描述成热爱撑杆跳的运动员，这让杰伊感到非常尴尬。杰伊询问甲方对广告的具体需求和想法，甲方一言难尽，还理直气壮地说，作为专业的广告公司应该能洞察客户需求。会议结束时，杰伊因为碰到难缠的甲方而感到沮丧。晃太郎安慰他说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有了晃太郎的鼓励，杰伊感觉轻松了很多。第二天，晃太郎否决了杰伊和来七的设计方案，他分析了甲方历年的广告，决定继续采用过去几年的精英路线。杰伊觉得甲方20年前的首个广告口号让每个人都爱上运动，更能打动人心。看到技术团队根据晃太郎的想法制作的广告后，杰伊更确信这种冷硬风格不是他想要的效果。
但因为自己对运动一知半解，他决定将自己的看法保留在心中。晃太郎察觉到结衣的犹豫，特意邀请他参加一场室内足球练习赛。结衣原本以为只需旁观即可，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也要参与比赛。他本想找借口逃避，晃太郎坚决地递给他球衣和球鞋，不让结衣有拒绝的机会。比赛开始时，结衣初时还有些拘谨，但渐渐地乐在其中，体验到了足球的魅力。比赛结束后，结衣对晃太郎说，他想重新制定广告方案。晃太郎对他报以赞许的笑容。很快就到了向甲方汇报方案的日子。结衣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向甲方负责人坦白，他根本不会撑单挑，并且不是体育爱好者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结衣拿出甲方公司的球鞋继续说，这个周末他穿着这双球鞋首次体验了室内足球。这次体验让他意识到，运动不应设立门槛，而应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。因此他提议继续使用公司初年的广告语，让每个人都爱上运动。没想到甲方公司的人对结衣的话语毫无感触，反而对结衣的球鞋产生了兴趣。他们指出这双球鞋是10几年前的老款，认为结衣没有关注最近几年的新款球鞋，觉得他对他们的产品不够尊重。这时莱七忍不住站出来为结衣辩护，解释老款球鞋的设计更加轻便，对于运动新手的结衣来说，喜欢这种鞋子很正常。甲方负责人完全不接受莱七的解释，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十分冷淡。讨论结束后，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无望了。福永甚至对结衣露出了不悦的表情。1周后，莱七把结衣单独叫到天台，递给他一份职业调动的申请。莱七觉得自己加入公司后没有任何成就，还经常给前辈添麻烦，他觉得自己没脸再留在第4小组。其实结衣知道，莱七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干劲，实际上是个非常勤奋的人，他总是默默地做那些没人愿意做的苦活，这让结衣非常欣赏他。平时对结衣冷脸相待的福永突然笑眯眯地说，结衣的设计方案中标了。那次会议之后，甲方公司的高层亲自审查了结衣的策划案，认为非常符合他们的20周年发展方向，决定把项目交给第4小组。大家都为成功拿下项目感到高兴，只有莱七一个人默默无声，显得与周围不融洽。察觉到莱七失落的晃太郎特意表扬了莱七对项目的巨大贡献。原来在与甲方的会议中，有一位甲方负责人是球鞋开发的，莱七揭示了这款球鞋的特性，让这位负责人对整个团队刮目相看。莱七第一次收到晃太郎的表扬，突然感到非常害羞，他把手里的调动申请表藏到了背后，高兴地对晃太郎说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紧接着，莱七半开玩笑地给结衣发了条消息，说他决定勉强留下来继续工作。结衣虽然口头上批评这种骄傲的态度，心里其实很开心。下班后，结衣像往常一样去中华料理店犒劳自己，他一边喝酒一边看阿巧的社交媒体，看到阿巧发了一张露营烤肉的照片，照片中竟然有一个结衣不认识的年轻女孩，这让结衣一下子紧张起来。上回说到结衣帮公司赢得了一个重要项目，本来以为工作可以恢复平静，但晃太郎突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他告诉结衣，有人举报第4小组的网络工程师小吴常常加班到很晚，还半夜回公司继续工作，这让公司被指责压榨员工。结衣听后非常吃惊，因为小吴的工作本身并不多，他平时总是游手好闲，经常玩游戏，看起来并没有工作压力。这时设计师小胖神秘地透露，他曾看到小吴深夜留在公司，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吃宵夜和玩游戏，与其说是加班，不如说他在公司里过夜。福永知道后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痛斥小吴一顿。福永骂完小吴还气不消，转而批评结衣下班太准时影响了团队管理，完全没有考虑到作为部长自己也有责任。晃太郎建议结衣给小吴一些建议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但小吴并不领情，愤怒地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二天早上，第4小组迎来了新的派遣设计师奈奈，结衣第一眼就认出她，就是阿巧露营照片中的那位神秘女孩。奇怪的是，奈奈似乎认识结衣，见面时就非常热情地跟结衣打招呼。原来奈奈以前是阿巧公司的后辈，经常听阿巧提起结衣。结衣看到的那张照片是公司聚会时拍的，并不是他们2个人的单独活动。误会消除后，结衣对活泼开朗的奈奈更加喜欢了。之后第4小组去甲方公司开会，甲方的负责人对外形不佳的小吴表现得非常傲慢，还不时嘲笑他是个不爱运动的宅男，这让自尊心强的小吴忍不住顶了回去。会议结束后，福永对小吴大发雷霆，责怪他对客户的态度不恰当。
小吴气愤地离开了团队。这时奈奈赶上前去，称赞小吴设计的网页动画做得很漂亮，笑眯眯地说他很崇拜小吴，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工作。宅男小吴怎能抵挡这种魅力攻势，立刻被奈奈吸引了。到了6点，奈奈准时收拾东西准备下班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经常加班的小吴今天也准时下班了，跟着奈奈一起离开了公司。奈奈得知小吴晚上没有安排，邀请他一起去挑选咖啡豆。这次短暂的相处让小吴对奈奈神魂颠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奈奈常常带着自制的咖啡和纸杯蛋糕分享给同事们。很快，奈奈在公司里变得很受欢迎。自从遇到奈奈后，小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不再半夜回公司工作，甚至向杰伊请教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。杰伊很高兴看到小吴愿意改变，把他的工作秘诀都交给了他。首先是要培养整理习惯，然后把每天的任务列出来，逐个击破，最后为每项任务设定完成时间，避免拖延。小吴按照杰伊的建议整理了工作桌，甚至把原本蓬松的长发也梳理得整齐，从头到脚都显得更有活力。第二天早上，福永在茶水间遇到杰伊，好奇地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和阿巧结婚。这话恰巧被晃太郎听见。福永知道晃太郎是杰伊的前男友，赶忙溜走了。没办法，杰伊只好告诉晃太郎他准备和现任男友结婚的事。晃太郎微笑着祝福他，表现得一点也不在意。小吴这边，他很想和奈奈更亲近，但因为缺乏恋爱经验，他就借市场调查的名义问来七和小胖如何邀请女孩出去吃饭。来七和小胖这俩不靠谱的家伙没能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，反而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。小吴没能得到有用的建议，只好失落的回去继续工作。到了下午6点，小吴看到奈奈正准备离开，急忙结束手头的工作，跟着奈奈离开了公司。两人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小吴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邀请奈奈一起去吃晚饭。没想到奈奈惊讶地看着他问：就我们2个人吗？小吴突然说不出话来，他灵机一动，把恰好路过的杰伊拉了进来。杰伊虽然不太情愿，但想到这可能是小吴离爱情最近的一次，还是决定和他们一起去。吃饭的时候，奈奈问小吴有没有梦想，这个问题让一直过得很迷茫的小吴感到尴尬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像奈奈这样积极能干的人，不是他这种无大志的人能配得上的。送走奈奈后，小吴感觉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，之前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。星期一，小吴请假没来上班。杰伊在检查工作进度时发现，小吴把未完成的网页交给了甲方，距离最后期限只剩3个小时。杰伊还是联系不上小吴，无奈之下，晃太郎只好重新做了网页。等到小吴下午来上班时，福永因为这个错误狠狠批评了小吴。幸好杰伊和晃太郎为小吴求情，福永才勉强停止了对小吴的责骂。杰伊本想安慰小吴，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改变的动力，把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都收起来了。看着小吴再次颓废，杰伊感到非常自责，他觉得是自己给小吴施加了太多压力，这让他很快就丧失了斗志。但阿月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他温柔地对杰伊说：实际上因为你，小吴已经成长了很多。以前的小吴总是一个人默默工作，但在你的帮助下，他学会了和同事交流。晃太郎建议杰伊应该多关心小吴，帮助他摆脱消极情绪。那天下班后，杰伊一个人在中华料理店喝酒，他心里一直在想还在公司加班的小吴。这时他想起了晃太郎的建议，便找借口说忘记了东西，回公司看望小吴。看到小吴埋头苦干的样子，杰伊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得知小吴经常留在公司无偿加班，并非因为工作效率低，而是他不愿面对自己无趣的生活。杰伊语重心长地说：想做的事不必是远大的梦想或目标，找到1-2件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小事就足够了。临走前，杰伊笑着对小吴说，他很喜欢小吴和奈奈一起挑选的咖啡豆。小吴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咖啡，陷入了深思。第二天下班，杰伊发现小吴没按时下班，感到非常失落。就在他打算用美食来缓解心情时，晃太郎突然来到餐厅，他含蓄地告诉杰伊，小吴在他下班后不久也回家了。杰伊知道晃太郎是专门来让他放心的，不由得露出感动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小吴走进了他和奈奈曾去的咖啡店，挑选了一套手冲咖啡壶，决定用咖啡作为回家的理由。这时在中华料理店里，晃太郎趁杰伊帮忙老板娘的机会，帮他一起付了饭钱。杰伊不想欠人情，连忙追出去还钱。两人争执的时候，晃太郎突然看到福永亲昵地搂着奈奈坐进了同一辆出租车，
晃太郎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那天早上，杰伊带着小吴和奈奈等人到甲方公司参加讨论，发现原本对他们的设计案很满意的部长已经不再参与这个项目了。部长离职后，甲方的中西开始挑剔第4小组的设计案，尽管他提不出具体的修改建议，仍然要求他们2天内完成修改。杰伊正要拒绝，奈奈却先一步迎合了中西的意见，这让杰伊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合理的要求。讨论结束后，甲方的新人草家突然叫住了小吴，他注意到小吴的钥匙扣，发现他们喜欢同一个作品，这2个宅男立刻成为了好朋友。在离开前，杰伊看到奈奈和中西说说笑笑，他们还约好下次一起去爬山，看起来关系非常亲密。大家回到公司后纷纷抱怨甲方无理，福永这个什么都不做的人突然出来说教，客户是上帝，千万不能得罪客户。大家听后都不再说话。第2天早上，奈奈将修改好的设计稿交给杰伊。原来奈奈昨晚陪中西他们喝酒，他询问了他们对设计的看法。杰伊得知后有些担心奈奈，奈奈看似毫不在意，还邀请杰伊下次一起参加。午餐时，杰伊就奈奈陪客户喝酒的事情，与同事们讨论着职权骚扰的边界。这时晃太郎突然发消息，有人匿名向公司举报奈奈遭到了中西等人的骚扰。杰伊和晃太郎立即前往甲方公司，询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。中西声称奈奈是自愿陪他们喝酒的，还展示了奈奈融入男性群体的视频作为证据。视频中的奈奈笑容满面，看不出有任何不情愿。晃太郎和杰伊只能忍气吞声。离开甲方公司后，杰伊感到既生气又无奈。他知道有时工作需要低头哈腰，但仍为奈奈感到不甘和屈辱。第2天上班，杰伊忍不住询问奈奈是否有被中西威胁。奈奈认为维护好客户关系可以让工作更顺利，所以他认为这是有效工作的方法。这天中午，晃太郎和福永邀请奈奈一起吃饭。这时晃太郎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，原来福永曾多次带奈奈去应酬，他之前在街上看到他们一起坐上了出租车，原来是福永让奈奈陪客户喝酒。福永还夸奖奈奈乖巧懂事会说话，同时还贬低杰伊不懂人情世故。接着福永让晃太郎去付账，他偷偷对奈奈暗示，让他多与客户接触，为公司争取利益。听到这些，奈奈显得很为难，但还是笑着答应了福永的要求。下班后，小吴和奈奈本来约好去咖啡店，但奈奈突然接到中西的电话，中西约她晚上去田径场跑步，奈奈只好取消和小吴的约会。奈奈穿着休闲服来到田径场，中西拿出一套新款运动衣让她试穿。奈奈看着手中布料少的衣服，她的笑容突然僵硬了。中西虽说不愿意可以不穿，但目光却一直在奈奈身上打量。旁边的草家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最后奈奈在压力下换上了那套暴露的运动服。第2天午休时，小吴把杰伊叫到公司外面，杰伊跟着小吴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没想到遇到了甲方的草家。草家给杰伊看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奈奈穿着暴露的运动服，她用双手尴尬地扯着衣服遮挡身体，脸上还要抢笑陪中西他们跑步。看到这个视频，杰伊愤怒地说，这明明就是职场骚扰。草家感到很愧疚，他因地位低微不敢反抗上司，只能在跑步后给奈奈披上毛巾，并把这段视频给杰伊寻求帮助。杰伊感谢草家，又一次询问奈奈的感受。这时奈奈的态度不再轻松，但仍强颜欢笑说她会忍受到项目结束。奈奈似乎不想再谈论这件事，找了个理由急忙离开。杰伊无奈，只好把视频交给晃太郎和福永看，没想到福永竟然想要息事宁人，一点也没有帮助奈奈的意思。晃太郎明白福永是个只看重利益的人，他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。正好下午有一个与甲方的讨论会议，杰伊气愤地离开公司，临走前还对来七说，如果会议中对方动手，记得帮我录下来。这次杰伊决心一定要为奈奈争取公正。会议开始，中西一如既往地对设计稿吹毛求疵，模棱两可地说这些设计感觉不对，说一些差不多的话。这次杰伊已经没耐心继续忍受他的刁难，他坚定地对中西喊道，下次请你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并且不允许再对我们员工骚扰。对方立刻气愤，要求杰伊说话客气点。当杰伊被高大的中西吓得发抖时，晃太郎及时赶到，缓和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。晃太郎表面上训斥杰伊，实际上偷偷在笔记本上贴了字条提示杰伊，继续激怒对方。杰伊领会了晃太郎的意图，立刻和晃太郎开始配合演出。他们一人扮演好人，
一人扮演坏人，指出甲方公司的傲慢，导致销售额持续下降，公司声誉也日益恶化。中西听后拍桌起，愤怒地对两人吼叫：“我要把这个项目交给其他公司！”他原本是想以此威胁晃太郎，没想到晃太郎正等这句话。晃太郎迅速带着结衣和来七离开，还笑着说：“解约是你们提出的，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”结衣很高兴不再和不良甲方合作，但担心晃太郎会被上司处罚。原来晃太郎早已做好充分准备，他已经和总经理讨论过继续合作的弊端，获得了终止项目的权利。然后他赶到会议室，和结衣一起迫使甲方结束合作，并且把对话全程录音，整个过程计划周密。结衣得知这一切后，立刻感到松了一口气，他走路的步伐明显轻快了许多。几天后，甲方公司因为拖欠工资以及严重的职场欺压问题登上了社会新闻。当员工们庆幸及时与他们解除合作时，只有福永还在抱怨失去了一块肥肉。一切解决后，结衣找奈奈谈话，问他做了徒劳无功的事是否感到不甘。奈奈感觉压力瞬间消失了。奈奈一直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够，因此只能用人际关系技巧来补充，没想到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。这时结衣把奈奈搂进怀里安慰她：“我知道你很有能力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再继续工作吧。”哭过一场后，一阵大哭过后，奈奈重拾笑容，她坚定地对结衣说：“我以后不会再为了工作委屈自己。”之后，作为派遣员工的奈奈完成了在第4小组的最后工作。她郑重地向结衣和小屋道别，昂首挺胸地迈向自己的新生活。这时，其他人还不知道，他们很快将面临一次新的离别。那天下午，阿月神秘地告诉结衣，晃太郎决定离开公司自立门户。这个消息很快在第4小组传开，同事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讨论晃太郎的事。消息灵通的阿月向大家透露，晃太郎收到了前同事大冠的邀请，他们以前都在福永手下工作，这次决定一起创业。与此同时，福永正用阴沉的表情盯着晃太郎，似乎在表达对他背叛的不满。那天下午，晃太郎安排结衣和来七做一项工作，为一家新开的网红理发店制作网页广告。讨论中，来七突然主动要求负责这个项目。结衣听到这话，惊讶地看向平时对来七很严厉的晃太郎。晃太郎思考了片刻，爽快地同意了来七的请求。来七一直很崇拜被称为公司超人的晃太郎，他决心这次一定要做好，获得晃太郎的认可。公司里的谣言四起，但晃太郎在是否要单飞的问题上还在犹豫。前同事大冠很清楚晃太郎对过去的事情还有愧疚，因此不想再次背叛福永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福永公司的倒闭完全是因为他没有管理能力，这并非他们的过错。晃太郎只是无奈地笑了笑，没有赞同大冠的观点。几天后，结衣和晃太郎陪来七去理发店进行现场调研。来七对这次的任务显得非常积极。调研结束后，他兴奋地去搜集更多资料。这时只剩下结衣和晃太郎两人单独在一起。结衣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忍不住问晃太郎是否打算辞职创业。晃太郎回答的含糊其辞，没有直接回答结衣的问题。第二天的讨论会议期间，大家发现来七虽然热情，但效果不佳，他的很多调研工作都做得不够好，甚至错误了解了客户的店铺定位。于是在随后的会议中，技术人员开始更多的向经验丰富的晃太郎提问，而作为负责人的来七却被边缘化了。会议后，来七向结衣表达了不满，他抱怨晃太郎抢走了他的风头。结衣鼓励来七在演讲中挽回形象，重新确立自己负责人的地位。下班后，结衣向三谷抱怨，他认为晃太郎不擅长培养新人，明明说要让来七独当一面，却又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手上。三谷认为晃太郎在辞职前想为公司做更多贡献，因此想把自己的经验传给来七。与此同时，福永为晃太郎设置了一个圈套，他私下邀请晃太郎一起喝酒，但晃太郎到了之后不久，福永又将大冠叫了过来。福永借着酒势试探大冠和晃太郎的态度，同时威胁晃太郎不准辞职。周末时，即将结婚的结衣和阿巧搬进了新家，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。两人一起甜蜜地做着料理时，结衣跟阿巧聊起了晃太郎的事。阿巧问结衣，晃太郎如果离开公司是否会给他带来困扰。结衣苦笑着回答，晃太郎是整个团队的核心，没有他工作会变得很困难。尽管结衣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，阿巧还是忍不住表现出了嫉妒。另一方面，晃太郎久违的回家探望家人。这时一个新人物出现了，他是晃太郎的弟弟，也是之前一直向结衣提供内幕消息的网友小愁。
从晃太郎和母亲的对话中可以看出，小愁似乎有一些无法公开的难处，导致他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工作。因此，晃太郎希望利用大冠公司招聘的机会，帮助小愁尝试走出家门，迈向社会。对小愁来说，哥哥的超群工作能力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。每次提到这个问题，小愁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病情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晃太郎只能先离开小愁。星期一上班，小愁向杰一诉说了他和晃太郎吵架的事。由于马上要和客户见面，杰一只得暂时搁置小愁的事。他和晃太郎一起陪同来七给客户做设计方案的演讲。演讲时，来七因紧张未能很好地向客户解释设计方案，还反驳了客户的意见。晃太郎不得不再次出面，帮助解释设计方案。演讲结束后，来七和晃太郎因为刚才的演讲大吵一架。来七抱怨客户不懂装懂，晃太郎认为来七缺乏专业意识，导致事情搞砸。来七委屈地说：“你这样完美的人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感受。”来七的话让晃太郎想到了弟弟小愁，他不由得深深叹息。这时杰一请求晃太郎放手，让来七自己去处理事情，给来七更多成长的机会。晃太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答应了杰一。晃太郎深入人心的可靠形象。第二天会议上，同事们还是把所有事情都报告给晃太郎，把来七选在了一旁。就算晃太郎把问题都抛给来七回答，同事们仍然倾向于询问晃太郎的意见。最终来七的不满爆发了，他愤怒地指责晃太郎不信任同事，只知道自己出头。他尖刻地说：“大家都觉得和你一起工作压力很大。”这句话让办公室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。晃太郎只能尴尬地宣布散会，匆忙离开公司。杰一和阿月认真地告诉来七，做领导没他想的那么简单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晃太郎独自默默地付出了很多努力。经过两人的劝解，来七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但晃太郎一直到下班都没回到公司。后来杰一在棒球场找到了晃太郎，晃太郎每当心烦就会独自去棒球场看球。杰一看着失落的晃太郎，他突然开始列举他的缺点：直言不讳、尖酸刻薄、酒量差、情绪起伏不定。被杰一这样一顿数落，晃太郎忍不住大发雷霆。看到晃太郎终于发泄情绪，杰一露出了狡猾的笑容。杰一笑着对晃太郎说：“偶尔抱怨一下，展示一些弱点也无妨，这样大家会知道你也是普通人，人们就更愿意打开心扉。”听了杰一的话，晃太郎顿时觉得心情一片明朗。他一直用完美的外表包裹自己，却没意识到这让朋友和家人难以接近他。第二天早晨，晃太郎像往常一样去上班。来七郑重地向晃太郎鞠躬道歉。晃太郎不再把话闷在心里，而是坦白地告诉来七自己被话伤到了。不过他还是爽快地原谅了来七。办公室的氛围又恢复了和谐。午餐时间，杰一在拉面店遇到晃太郎，他忍不住又问晃太郎辞职的事情怎么考虑的。这次晃太郎给出了明确的回答，他决定留在公司，还傲娇地说第4小组的员工离不开他。听到晃太郎不会离开，杰一松了一口气。下班后，杰一带着男朋友阿巧去中华料理店，他告诉老板娘和常客自己和阿巧要结婚了。在大家祝福杰一时，晃太郎突然出现了。紧接着杰一和阿巧甜蜜的吃饭，两人兴奋地讨论同居生活，而晃太郎一个人在角落里闷酒。老板娘知道晃太郎酒量不好，催他快点回家。这时一直不理晃太郎的阿巧突然发难，询问晃太郎是不是为了留在杰一身边才放弃创业。杰一没想到平时温和的阿巧会说这种话，他震惊得目瞪口呆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醉酒的晃太郎竟然说了一直藏在心里的话：“我一直都还喜欢杰一。”他的话让小小的吧台瞬间紧张起来。一场争执即将开始，晃太郎留下这句话后就醉倒了，留下杰一和阿巧面面相觑。好心的老板娘提出帮忙照顾晃太郎，让杰一和阿巧继续去别的地方约会。杰一有些担心晃太郎，但他现在更着急安抚阿巧的情绪。从料理店离开后，杰一真诚地向阿巧表白道：“我喜欢的想结婚的人都是你。”阿巧感动地抱住了杰一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。当他们甜蜜地牵手准备回家时，杰一突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得知妈妈离家出走了。杰一急忙回家询问爸爸事情的经过，原来爸爸昨晚出去应酬，没有回家过夜。杰一立刻明白了妈妈离家的原因，昨晚正是妈妈60岁的生日，可是爸爸完全忘记了这件事，还去和客户打高尔夫，伤透了妈妈的心。杰一对一心只想工作的爸爸真是无语，他赶紧抢过他的手机，帮他向妈妈道歉。没想到这次妈妈真的很生气，他发消息说要和爸爸离婚。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
明明也很担心的爸爸，却不愿向妈妈低头，这让杰伊非常头疼。第二天早上，杰伊仍在为父母的婚姻危机烦恼，工作上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。福永私下为第4小组接了一个预算很低、工作量却很大的项目，要求所有员工加班完成。尽管杰伊、三谷和阿月3位总监都有异议，福永还是坚持要和新印工厂合作。为此，大家只能跟福永一起去工厂申请修改预算。工厂负责人阿松得知情况后，非常惊慌地说已经上报给了上层，没办法再增加预算了。既然预算不能增加，杰伊提出削减工作量来节省开支。没想到福永突然变卦，开始帮着甲方逼迫杰伊接下这个困难的项目。在回公司的路上，杰伊吐槽福永总是自作主张接下一些难的工作，害得员工们要连续加班，这还是导致之前公司倒闭的原因。这时晃太郎开始为福永辩解，他认为福永是因为心太软，不忍心拒绝客户的请求，才会被客户牵着鼻子走。晃太郎曾是一名棒球运动员，因为肩膀受伤无法成为职业选手，是福永从绝望中救了他，亲自教他做事，有了现在的晃太郎。所以他一直很感激福永，心甘情愿地为福永拼命工作，甚至因此失去了杰伊这个女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晃太郎在行业交流会上遇到了阿巧，他不记得自己醉酒时说了些什么，但还是真诚地向阿巧道歉。阿巧礼貌地提醒晃太郎不要再和杰伊纠缠不清了。晃太郎觉得阿巧的态度有点奇怪，只好去中华料理店找老板娘了解具体情况。得知自己酒后对杰伊表白了真心话，晃太郎感到非常羞愧，因为他从没想过要破坏杰伊和阿巧之间的感情。画面一转，杰爸失去杰妈后，彻底变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，不断发信息骚扰杰伊，导致一向工作高效的杰伊无法集中精神，甚至没注意到下班时间已过。同事们都很担心杰伊的精神状态。晚上，杰伊从中华料理店打包饭菜给杰爸，父女俩难得一起吃晚饭，但氛围并不轻松。大男子主义的杰爸对杰伊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，还把杰伊和晃太郎分手的责任全怪在杰伊身上。杰爸一直不喜欢居家型男人阿巧，他认为像晃太郎这样的工作狂更适合当家。这些话引爆了杰伊长期积累的不满。小时候，别的孩子都有父亲的陪伴，只有他的父亲总是缺席家长会和家族旅行。因为杰爸总是忙于加班应酬，杰妈为了让杰伊不忘记父亲的面孔，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放上了杰爸的照片。正是因为杰爸只顾工作，从不关心家庭，才导致杰妈想要离婚。杰伊情绪爆发后，哭着跑出了家门，留下杰爸一个人颓废地坐在那里。另一边，福永私下找晃太郎喝酒，希望他帮忙说服公司高层接手亏本的项目。晃太郎向福永解释，公司不会接手亏本的生意，让福永尽快放弃这个不现实的想法。福永满脸阴沉，完全不听晃太郎的劝告，似乎在心里有所谋划。第二天上班，晃太郎把昨晚的事告诉了杰伊，两人都对福永坚持不懈感到困惑，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个项目。这时，杰伊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，得知杰爸在做饭时引发了一起小型火灾，幸好无人受伤。杰伊急忙打电话给杰爸了解情况，但杰爸因为面子问题始终不愿接电话，这让杰伊非常焦虑不安，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工作。一到下班时间，杰伊立刻冲到休息室给杰爸打电话，但依旧没人接听。阿月前来询问杰伊为什么整天心神不宁，杰伊只好把父母离婚和自己与父亲冷战的事告诉了他。为了让杰伊尽快回家看望杰爸，阿月建议他把手头的工作交给超人晃太郎。就在杰伊无比纠结的时候，一直在旁边偷听的三谷加入了谈话，他表示同意阿月的建议，并且表示他有办法解决杰伊和杰爸之间的冷战。那天晚上，阿月和三谷陪杰伊回家看望杰爸，三人一到家就帮忙整理了一处乱七八糟的厨房和客厅，还一起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。吃饭时，杰爸担心杰伊总想准时下班，并且担心带薪休假的杰伊会给同事带来麻烦，急忙为女儿向同事们道歉。阿月和三谷向杰爸解释，说明杰伊不是他想象中那种敷衍工作的人，他其实是公司里的学习榜样。阿月和三谷的话让杰爸立刻笑了。送走两位客人后，杰伊开始收拾餐具。这时，平时不做家务的杰爸突然提出要帮忙，这让杰伊感到非常惊讶。紧接着，杰爸向杰伊坦白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观念。当时男性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，因为不能轻易换工作，所以即便遇到不合理的事情，也只能忍耐到退休。但现在他明白，在夫妻都外出工作的时代，对自己和配偶都不亏待，才是对家庭负责的表现。因此，他撤回了之前对阿巧的批评。听到这里，杰伊也因之前说过重的话向父亲道歉。
父女俩相视一笑，和解了。就在这时，失踪的杰妈突然回来了。她告诉惊讶的父女俩，她去温泉旅行后心情变好了很多，不打算和杰爸离婚了。看到父母恢复往日的恩爱，杰伊露出了真心的笑容。家中的琐事得到解决后，杰伊终于可以全心投入工作。那天下午，杰伊和同事们分享了杰妈从温泉旅游带回的伴手礼，但他们不知道一场危机正悄悄逼近。不甘心失败的福永邀请了公司高层一起喝酒，在酒桌上暗示新印工厂的阿松是大银行行长的儿子。得知有机会向银行行长卖人情，高层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紧接着，福永把阿松也叫到了饭局上，高层立刻对阿松保证，他会确保新印工厂的项目得到批准。在福永等人的举杯交错中，第4小组的艰难生活正式开始。星期一早上，福永向所有员工宣布这个惊人的消息，并指定阿月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阿月一向在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毅力，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艰苦的挑战。但杰伊非常担心阿月的健康，因为仅仅照顾2个孩子，他已经精疲力尽，现在还要负责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任务。午休时间到了，员工们聚在一起抱怨这次的项目，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大家都必须加班才能完成任务。这时，阿月接到了她丈夫杨介的电话。杨介焦急地告诉阿月，她在老家的母亲脑梗塞了，已经被送进急救室，她必须立刻回去照顾母亲。下班后，阿月匆匆赶回家，看到丈夫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，阿月感到非常自责。婆婆在急救室抢救，而她因为忙碌的工作未能及时回去看望。第2天早上，阿月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杰伊，嘱咐杰伊不要告诉其他同事，她不希望让同事们担心。随后，阿月和杰伊带着小组的主要成员去新印工厂开会，但新印工厂的领导未能出席，只派了新人阿松来负责对接。面对晃太郎等人的建议，阿松显得唯唯诺诺，不知所措。这种态度使得整个讨论无法继续进行。回到公司后，杰伊收到了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的小筹的结果。得知阿松是一位银行行长的儿子后，杰伊立刻明白了福永为何如此讨好阿松的原因，心里不禁对福永感到鄙视。下班后，杰伊回到家，发现巧妈带着慰问品站在门口等他。杰伊急忙迎接巧妈进家，婆媳俩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饭桌上，巧妈询问杰伊何时打算辞职，这让本不打算成为全职太太的杰伊感到非常尴尬。幸好巧妈没有强迫杰伊，反而表达了对杰伊能够自由工作的羡慕。因为在巧妈的那个年代，女性被要求回归家庭，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。这次谈心让婆媳间的关系显著加深了。巧妈离开后，加班结束的阿巧也回到家里，杰伊和阿巧开始讨论工作相关的话题。阿巧感叹，如果能成为亿万富翁，就不用工作了。杰伊则认为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，即使他成为大富翁，他还是想要继续工作。阿月一边照顾2个孩子，一直忙到深夜才能稍作休息。趁着喘气的机会，他赶紧和远在老家的杨介联系，询问婆婆的健康状况。得知婆婆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阿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接下来杨介的决定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纠结。杨介为了照顾母亲，决定辞去大学教师的职位，并打算长期回老家居住。这意味着他和孩子们可能要和杨介分开生活。隔天晚上，杰伊到阿月家帮忙照顾孩子。阿月将杨介的情况告诉了杰伊。我还是忍不住感慨，尽管我真的很喜欢公司的氛围，但在家人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时，我还有必要坚持工作吗？阿月失落的样子让杰伊也感到了沮丧。幸好这时候阿巧也来帮忙了。阿巧那开朗的性格立刻缓解了房间中的悲伤氛围，让杰伊和阿月都重新振作起来。吃饭时，杰伊发现家里的蜡油用完了，阿巧主动提出去便利店买。等阿巧回来时，恰好在门外听到杰伊和阿月在谈论晃太郎的事。得知晃太郎在公司一直很照顾杰伊，还提起杰伊以前工作时受过的伤，阿巧的心里顿时感到百感交集。第2天早上，阿月突然接到阿松的电话，阿松要求他们提前交付设计成品。这个项目本来时间就很紧张，还因为阿松总是犹豫不决，导致进度缓慢。现在要求提前交付成品根本不可能。阿月向福永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福永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让阿月再努力一下，同时摆出一副不想继续讨论的样子。看到福永一如既往的不靠谱，超人晃太郎再次站出来，他主动提出帮阿月跟新印工厂谈判，这让阿月松了一口气。那天晚上，阿巧和公司的同事们一起聚餐。当得知阿巧的未婚妻杰伊和前男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时，同事们都感到非常惊讶。一位女同事还带着点绿茶味的感慨，如果是她一定会主动辞职避嫌。
同事们的话触到了阿巧的痛点，让他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酒。阿巧回到家后，看到杰伊正在跟人在线聊天，笑容满面，心里的嫉妒终于爆发了。阿巧愤怒地质问杰伊，为什么没把以前工作受伤的事告诉我？现在不愿意离开公司，是因为想和晃太郎在一起吗？杰伊对阿巧的无理质疑感到非常委屈，一气之下冲出了家门。杰伊跑到了中华料理店，扑进了平时很照顾他的老板娘怀里。伤心的杰伊借酒浇愁，他喝完了整整一瓶烈酒。这时晃太郎恰好走进了料理店，他看到杰伊已经醉到不省人事，决定让杰伊在公司住一晚。晃太郎在杰伊面前蹲了下来，而喝醉的杰伊似乎忘记了他们已经分手。他笑着爬到了晃太郎的背上，他安静的睡脸让我心生怜爱。晃太郎忍不住露出了笑容。到了公司，晃太郎让杰伊在沙发上休息，他本想帮杰伊整理散乱的头发，但最终还是收回了手。他明白自己曾经放弃了杰伊，所以他已经失去了触碰他的权利。晃太郎给杰伊盖上了外套，自己则在办公桌上度过了一夜。杰伊醒来后想起昨晚的事，感到头痛欲裂，他留下了感谢的字条，然后匆匆回家。杰伊一回家就看到阿巧焦急地等着他，他们互相为昨晚的失态道歉，但他们已无法恢复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。另一边，阿月带着2个孩子在公园散步，看着其他家庭幸福的样子，阿月不禁想起了远在老家的杨健。这时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思绪，福永打电话让阿月下周陪工厂领导打高尔夫。这个电话完全打乱了阿月原本的工作安排，他只好重新调整后续的工作计划。回家后，阿月忙着给哭闹的孩子做辅食，连午饭都顾不上吃。这时杨介突然回家了，阿月惊讶不已。杨介笑着告诉他，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特地赶来和阿月一起庆祝。阿月拿着丈夫送的鲜花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她决定停职，带着孩子回老家。周一早上，阿月告诉杰伊自己的决定。杰伊虽舍不得，但还是支持阿月。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阿月的决定。福永看到停职申请后非常慌张，指责阿月自私，不考虑公司利益。杰伊看着阿月向同事们不停道歉，感到很心疼。他站出来说会接替阿月的工作，成为新印工厂项目的负责人。这时三谷站出来帮阿月说话，办公室的同事们也纷纷对阿月表示鼓励。阿月这才放心离开公司，但福永一直不放心杰伊的工作态度，特地找杰伊谈话，警告杰伊不能准时下班，以免影响同事们的工作热情。随后又对他进行道德绑架，把晃太郎最近加班熬夜的责任都归咎于杰伊。杰伊在异样的目光中，福永慢慢地说，晃太郎过去辞职和现在加入这家公司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2年前的真相现在逐渐在杰伊面前展开。实际上，晃太郎之所以日夜加班，是想尽快结束手头的工作，从福永的公司辞职。他跳槽到一个不需要加班的公司，是为了能和杰伊结婚。来到这家公司也是为了重新遇见杰伊。接着福永阴险地说，如果你不愿意加班，晃太郎就得替你承担这一切，这样他很快会因为劳累过度而倒下。福永已经说到这种地步了，杰伊只好勉强同意他的要求。除了工作，杰伊还要抽时间准备和阿巧的婚礼，他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。那天下午，杰伊和晃太郎在新印工厂的会议上，终于见到了那位总是不在的科长。杰伊以质量下降为由，向科长申请恢复原定的交付日期，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同意了。原来对方之前要求提前交付，只是想在一个吉日之前上线网页广告。面对这种一时冲动的任性决定，杰伊和晃太郎感到无语。另一方面，福永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巨大危机。最初引进福永进公司，并批准了新印工厂项目的高层被公司解雇了，这意味着福永失去了最大的依靠。同时，管理部的大黑要求福永将员工加班时间控制在每月80小时以内，否则他将面临不好的下场。不幸的是，新印工厂又增加了一个网页订单，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变得更加紧迫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部长职位，狡猾的福永想出了一个计划。他私下见了第4小组的部分员工，用甜言蜜语赢得了他们的信任，让第4小组的部分员工在家庭餐厅里为自己无偿加班。这一幕恰好被大黑看到，大黑没有权利干预员工们私下的无偿加班，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后辈杰伊。第二天早上，满心疑惑的杰伊询问同事们事情的详情，原来福永承诺给他们升职加薪等好处，还用道德绑架的手法说秘密加班是为了让杰伊安心准备婚礼。午休时，杰伊愤怒地质问福永为什么让同事们无偿加班。福永理直气壮地表示，员工们都是自愿的，
他没有强迫任何人。杰伊无话可说，只好默默忍受。下班时间到了，杰伊看到同事们都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去家庭餐厅加班，他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：在我们团队度过这次危机之前，我也会留下来加班。在杰伊的劝说下，同事们放弃了去家庭餐厅的计划，而是选择留在公司继续工作。晃太郎看到这一幕后，立刻通知了福永，员工们不会去家庭餐厅了，但他承诺员工们在规定的加班时间内无法完成的工作，他会自己一个人完成。距离交付日期还有60天时，第4小组的地狱般的加班生活开始了。员工们每天早出晚归，连吃一顿好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全都靠方便面和果冻充饥。压力太大，同事们还经常因小事情绪失控，在办公室里争吵起来。杰伊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因为加班，杰伊在挑选婚纱的日子迟到了，平时回到家也是累得直接睡觉，完全没有时间和阿巧交流。阿巧虽然没有怨言，但脸上总是带着落寞的表情。渐渐的，杰伊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住了，他忍不住在午休时打电话给阿月寻求安慰。一听到阿月关心的声音，杰伊委屈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杰伊仿佛回到了还是新人的时候，感觉天塌下来也有可靠的前辈在顶着。杰伊为自己无论是婚礼还是工作都没能做好，感到非常自责和痛苦。阿月安慰杰伊说，不管多忙都要照顾好身体，身体是工作的本钱。和阿月抱怨完后，杰伊觉得心情好多了，再次投入到工作中。那天晚上，阿巧一个人去中华料理店吃饭，同桌的大叔看到阿巧，立刻夸她是个完美的男友。原来大叔之前看到晃太郎背杰伊回公司，把晃太郎错认为是阿巧。阿巧得知这件事，立刻明白杰伊那晚失踪是和晃太郎一起度过的，心里不由得嫉妒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杰伊等人到新印工厂商讨工作进度，发现原来那个任性的科长已经被替换了，新来的是一个叫武田的部长。刚见面，武田就对杰伊等人施加压力，强调新印工厂并不打算直接将网站的后续运营交给杰伊的公司，而是打算先和其他公司比较后再做决定。这和阿松最初对福永的承诺完全不同。面对晃太郎的质疑目光，阿松故作傻，含糊其辞说是福永理解错了。从新印工厂出来后，杰伊一行人正好遇到阿巧。原来阿巧的公司也有意竞标新印工厂的运营项目。杰伊还在从与阿巧由恋人变成竞争对手的冲击中回过神来，莱七突然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为了新印工厂的项目，莱七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。杰伊劝莱七先回家休息，但莱七固执地表示，他想成为能够支撑整个公司的人，就像晃太郎一样，因此他不想轻易放弃。看到莱七虽然摇摇欲坠，却依然坚持工作，杰伊也只能逼自己再努力一次。杰伊打电话通知阿巧，他晚上要加班，不能一起去看电影了。阿巧已经习惯了杰伊多次爽约，这次他也平静地接受了。阿巧挂断电话之后，他的女上司突然笑眯眯地说，既然电影票已经买了，不如跟我一起去看吧。阿巧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另一边，杰伊加班完回到家已是深夜，他发现阿巧已经不在家，也没太在意，反而跟小愁开始聊起来七的事。杰伊告诉小愁，莱七为了向晃太郎学习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头痛。通常不爱社交的小愁突然表示想见见莱七，杰伊希望小愁能尽快重新融入社会，因此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。第二天，杰伊带莱七去了小愁的家。小愁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莱七不要过度逼迫自己。原来小愁毕业后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但因为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，经常被前辈责骂，晚上常常因为压力太大而难以入睡。每次晃太郎都是轻描淡写地安慰他，人不睡觉也不会死，只要努力就能挺过去。但晃太郎这种无心的安慰，最终成为压垮小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小愁曾因此产生过轻生的念头。在那一刻，小愁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杰伊，他因为前一天喝醉了，难受的不想去上班，特地向上司请了一天假来放空。这让小愁意识到偶尔休息一下，人生并不会因此有多糟糕。回忆结束后，小愁继续对莱七说，如果你只是为了成为像哥哥那样的人而不断逼迫自己，最终只会变成另一个我。杰伊也适时地鼓励莱七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，没有必要像晃太郎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。听了他们的话，莱七开始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做法，决定不再盲目地模仿晃太郎。整个交谈期间，晃太郎都站在门外，自己一句无意的话差点害死小愁，感到非常自责。后来杰伊看到晃太郎一个人坐在庭院里，他想要验证福永之前的话，晃太郎总是岔开话题，杰伊无奈只好放弃。晚上杰伊累得满身尘土的回家，
看到阿巧一脸严肃地坐在客厅，旁边放着一袋行李。阿巧慢慢地对杰伊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出轨了，我们不能结婚了。”这句话让杰伊的心瞬间冷如冰窖，他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呆立原地。杰伊还没从这巨大打击中回过神来，阿巧就冷漠地拿着行李走出了他们共同的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杰伊一直试图联系阿巧，但阿巧始终不愿意见他。就在杰伊因阿巧离开而心乱如麻的时候，工作上又出了问题。小吴急忙通知杰伊，他们委托的外包公司突然倒闭了，只留下一堆未完成的代码，距离项目交付只剩下不到3周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其他外包公司帮忙了，所有员工都垂头丧气，觉得这次真的完了。三谷忍不住责怪小吴没有早点发现问题。小吴辩解说，是因为福永为了省钱选了一个不靠谱的外包公司。尽管如此，三谷还是觉得小吴在推卸责任。小吴气得转身就走。杰伊不想这个时候伤害同事间的感情，他赶紧追上去安慰小吴。在谈心中，杰伊得知小吴其实也很自责，所以才会失态。他让小吴以后有问题可以来找他商量。这一天，大家都在四处联系独立工程师求助，最终勉强度过了这场危机。晚上，大家像往常一样留在公司加班。本应停职的阿月突然走进办公室，宣布他下周将恢复工作。看到阿月回来，同事们都如获至宝般松了一口气。和阿月关系最好的杰伊更是忍不住泪眼模糊。深夜下班后，杰伊、三谷和阿月一起到中华料理店吃宵夜。他哭诉阿巧不仅出轨，还要解除婚约。其实杰伊一直很清楚，阿巧一直很介意他和晃太郎的关系，因为他忙于工作，整天和晃太郎在办公室待在一起，这才引起了阿巧内心的不安。听到这，三谷和老板娘都纷纷痛骂阿巧是个婚前出轨的渣男。阿月则温柔地劝杰伊和阿巧好好聊一聊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分手或者结婚。在阿月的建议下，杰伊鼓起勇气与阿巧约了见面。杰伊小心翼翼地向阿巧道歉，卑微地求她不要离开自己。这时沉默了许久的阿巧终于送上了专属男二命运的助攻。他认为自己太过于介意晃太郎，但他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嫉妒让杰伊放弃喜欢的工作，所以他只能选择放手。明白了阿巧真正的想法后，杰伊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。那天晚上，杰伊带着行李回到了自己家，他无法继续在充满阿巧回忆的地方生活。杰妈一眼就看出女儿心情低落，关心地问她发生了什么。杰伊试图在父母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，但当他提到婚礼取消时，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。距离交付还有半个月的时候，杰伊、晃太郎和福永按例去新印工厂开会。会后，武田和阿松突然单独留下福永谈话。武田曾与福永合作，但因为福永总是把过多工作以低价交给武田，导致他不得不加班，因此对福永怀有怨恨，不想再合作。与此同时，晃太郎和杰伊在楼下等福永。晃太郎最近听到一些关于杰伊的谣言，终于忍不住询问杰伊和阿巧的状况。杰伊坦诚地说他和阿巧已经分手了。不擅长言辞的晃太郎还没想好怎么安慰杰伊，福永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福永没有把武田的警告告诉其他同事，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大家发现原本懒散的福永不知为何变得特别积极，总是热心地帮助同事。那天下午，晃太郎一个人去新印工厂开会，之后单独找杰伊谈话。晃太郎告诉杰伊，如果不让福永退出这个项目，新印工厂将会把网站后续运营交给其他公司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杰伊决定让福永退出这次项目。晃太郎讲述了福永的故事。在经济危机期间，福永为了公司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因此与妻子和女儿的关系破裂。他孑然一身也要保护公司员工，这让晃太郎非常敬佩他。杰伊知道福永对晃太郎有恩，因此主动承担起劝退福永的任务。晚上，福永应酬结束后，发现杰伊在饭店门口等他。还没等杰伊开口，福永突然先问是不是新印工厂要他退出项目。看到杰伊点头，福永突然情绪失控的大声咆哮，觉得世界对他不公。发泄一番后，福永像个孩子一样开始哭泣。他自言自语地问，我一直以为只要保住工作，我和员工们都能幸福，到底哪里出了错？这时杰伊才明白，福永只是不擅长做领导，他的本质并不坏。这一刻，杰伊温柔地安慰着福永，感到累了就好好休息吧，心力交瘁的人找不到幸福。此时，晃太郎突然出现了，他请求福永为团队的利益退出新印工厂的项目。看着自己最得力的晚辈向自己低头，福永最终决定主动放弃这个项目。处理完福永的事后，杰伊接到了小仇的电话，他希望杰伊能劝晃太郎不要疯狂加班，不要继续损害自己的身体。
此时杰伊想起之前看到晃太郎晕倒的情景，他答应了小仇的请求。第二天，杰伊回家后发现妈妈在整理爸爸的丧服，原来是爸爸公司的一名晚辈因过劳死亡。杰伊立刻想到一直在加班的晃太郎，他忍不住向爸爸求助，询问如何让工作狂回家，解决团队总是过度加班的问题。爸爸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杰伊，没有人能让工作狂回家，除非人手足够多，让工作狂没有工作可加。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，爸爸给了杰伊一个建议，建议他越级上报，直接向公司总裁求助。得到了经验丰富的工人爸爸的建议后，杰伊守在总裁晨跑的必经路上，向总裁报告了第4小组的当前状况，恳请总裁从其他部门调派人手来支援，否则同事们肯定会累坏的。距离项目完成只剩下最后2天，杰伊终于迎来了大黑这位外援。大黑曾是杰伊在制作部的前辈，他的工作能力堪比超人般的晃太郎，他的加入让所有员工看到了希望。杰伊原本以为大黑到来后，晃太郎就会放心的回家休息，但他执意要坚持到最后，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去。尽管杰伊总是劝别人休息，他自己却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轮到他休息的时候，杰伊就偷偷带着笔记本到会议室继续工作。这时，一个突然的喊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，原来是中华料理店的老板娘带着夜宵来慰问大家。热腾腾的汤面抚慰了大家疲惫的心灵，杰伊向老板娘露出了感激的微笑。到了深夜，杰伊开始看不清楚东西，阿月劝他去休息，杰伊又重复了之前的做法，带着笔记本电脑到会议室继续工作。这次杰伊的视野突然开始旋转，他还没来得及呼救，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等到晃太郎发现杰伊超过休息时间还没回岗位，他才在会议室发现昏迷的杰伊。晃太郎立刻惊慌失措，他平时的冷静全都消失了。当杰伊再次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晃太郎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告诉他昏睡了1天半的这段时间，新印工厂的项目已经顺利完成。得知他因过劳昏迷，社长亲自和新印工厂协商了条件，不仅拿到了运营资格，甚至还获得了额外的费用。杰伊没想到醒来后，所有事情都已经完美解决，他不由得露出了放松的笑容。晃太郎看到他这种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气得不行。他生气地质问杰伊为何躲起来偷偷工作。杰伊委屈地回答，我只是想体验一下你拼命工作的感觉。晃太郎听后无言以对。这时杰伊注意到晃太郎的衣服还是前2天的，他明白晃太郎一直守在他病床前没有离开，忍不住开玩笑地调侃他几句。没想到平时坚强的晃太郎突然哭了起来。这几天他一直非常不安，害怕杰伊醒不过来。现在他终于明白当初杰伊看到他倒下时的担心和害怕。这是杰伊第一次看到晃太郎流泪，这一刻他心中深处的情感似乎重新萌芽。出院后的杰伊和第4小组的同事们在中华料理店举行庆功宴，大家展现出这几个月来最灿烂的笑容。半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美好结局。小仇逐渐克服了心理障碍，能像正常兄弟一样和晃太郎交流。阿巧和杰伊一起解除了他们租的房子合约，做了最后的告别。福永被调到其他部门，他不再是那种压榨员工的领导，而是成为了追求员工福利的先驱。而我们最期待的杰伊和晃太郎，在解开心结后重新和好如初，成为了一对幸福而般配的情侣。